商業價值的高低跟你能不能夠全身出镜是有極大的關係。如果你今天要做网紅的话，你一定要勇敢，不管你是 I 人還是 E 人，你既然要做網紅，就没有什麼 I 人 E 人之分啊，你就要对钱有所尊敬，要有心存敬畏之心，你才会成功。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才会活下去，脸皮越薄，你的生活会很无聊。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找对方向比你出多少力还重要。往這邊走就是錯誤的方向，你跑到死也沒有屁用，你也出不了。機會永遠留給願意展現自己的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臉皮越厚，因為在這個社會上才會活下去。臉皮越薄，你的生活會很無聊。機會永遠留給願意展現自己的人。短影音或叫短視頻的全面的爆發，那這個爆發以後，你就發現很好玩，其他平台就加入，包含 FB 跟 IG 的 Reels， 還有呢 YouTube 的 Shorts。然後很長一段時間，包括像今年我在7月的時候啊，在 YouTube 做了4700萬流量1個月，然後在臉書做了5300萬流量。最主要的流量來源就是短影音。因為當時他們就在拼場，臉書、IG、YouTube 都在拼這個場。在這個新媒體的時代，找對方向比你出多少力還重要。往這邊走，這是錯誤的方向，你跑到死也沒有屁用，你也出不了頭。所以很多同學，然後很多其實就是會，這邊可能10個裡面可能有1、2個，大家就喜歡做這個事情。但是呢，很多時候看他做得很辛苦，拍得很好，但是流量很低，就是那個品質其實很不錯，甚至有些作業我都覺得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問題在於說，你走錯方向，所以這個掌握風向是很重要。但最近哦，這個短視頻、短影音呢，它給的流量補助又非常的糟糕了，整個巨降。大家知道降到什麼程度嗎？差了70%可能有，就是一模一樣的內容哦，你平行輸出。然後呢，完全不一樣。然後可能在臉書有投放一樣的東西，在 YouTube 投放，但流量也完全不一樣。社群平台的脈動，它只要一個政策的改變哦，就會差距很大。到了2024年，最新最強的平台是 Threads， 但 Threads 的一個問題在於說啊，它的內容就是比較漫無邊際，所以目前出現很多惡性謾罵、攻擊的。但如果你養得好的話，就還不錯。現在大家更看重的就是小紅書，因為小紅書的這個滲透性，小紅書目前這個商單啊、商業的這個整個環境也慢慢落地下。我前陣子去上海回來，小紅書經營的還不錯哦，大概可能20-30萬的追蹤，或者到50萬追蹤，一個商單就是8萬人民幣。就你只是貼個文哦，要講個東西，然後稍微甚至拍個影片，就息事寧定。所以這個平台有很大的商機，而這個商機跟過去最大的不一樣，就是這個商機它是整個面向整個華文圈，因為小紅書它不談政治，它完全不能談，所以呢，它的整個基底又不有很這樣的變化。所以再說一次啊，與其用很多的力哦，不如用對方向，這個是這個最大的問題。這個是2025年最新的趨勢哦，叫做小眾社群的深度連結。因為 YouTube 真是捲得要人命，我每天睡3到4個小時，真的哦，所有大學生都被我捲死，你很難說夠或不夠，因為還是有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為什麼精氣神很重要？我真的是經驗分享，找出自己的優勢。可是我怎麼經營出這樣的會員的群眾呢？它的邏輯是你必須在你的專業的領域上面繼續的深耕。這歷史怎麼化用到大家覺得有興趣，而不是說西元1453年東羅馬帝國，你們要聽這個對吧？1453年發生什麼事情？東羅馬帝國滅亡，從此之後，東邊的屏障消失了。這個就是你表達，你怎麼去抓？這個就在新媒體經營裡面很重要。小眾市場呢，他把我放了上去。其實我自己蠻驚訝的，因為我根本壓根就不知道是沒收到還是沒去這樣子，是蠻好笑的。所以呢，但是確實有點成果了。那在 YouTube 是這樣哦 ，YouTube 大概畫一條線。大概50萬以上啊，它就沒有小頻道的推送，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快到那個極限，就是你怎麼去這裡面去找這個內容。這個傳統 YouTuber 呢，就是上片模式，但是我認為現在啊，流量最穩的 YouTuber 叫 Hook。以前哦，這個 YouTube 流量要得獎呢，可能都要幾百萬，現在可能大幾十萬，也許就已經算是很前列。那另外旁邊是現在正在風風火火上的 IG 被刪除了佳寧嘛，他們就是做主題性，然後定期的上片，這叫傳統 YouTuber，它就是固定上片，然後它可能有主題性，有的是主打一個情侶戀愛向、成長向，然後有的是主打趣味向、歷史向。在最新的就是說，很多 YouTuber 喜歡碰政治。19年的時候呢，我剛好在高雄嘛，然後那時候我們是幫這個韓國瑜跑這個選舉，在那個時候啊，還是一個年輕人吧，他們在新聞台都非常有影響力。可是呢，
新聞現在正在沒落，傳統電視台正在日漸的頹喪當中，它的利潤越來越薄，都靠的都是政府的預算。政府一年給民視跟3立一年打10幾億，但是扣除這個之外怎麼辦呢？他們也要謀生路啊，因為上面電視台拿政府預算，下面的人靠政府預算養。那有一天如果沒有政府預算呢，會不會換黨執政不知道。所以大家都在找生路，所以他們就會進入到網絡的這個地方。我是比較幸運的，我19年做7月、10月的時候，我就被中視的一個製作人看中，他就叫我去中視一個節目叫做《庶民大頭家》固定講評。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啟我在電視台講評的生涯。那時候在東森遇過很多人啊，非常好玩。那可是呢，他們是屬於就進軍到網絡的一個市場，也是在擴展自己的一個領域。所以我們常講啊，現在的媒體啊，在對岸其實有個概念叫做融媒體啊，在台灣沒有這個概念。什麼是融媒體？我一開始也聽不懂。後來他們就是說，把所有的媒体融合在一起，不管是傳統的，不管是廣播電視哦，甚至紙媒，到新媒體，不管你是哪一個平台，我把它綜合融合起來，作為一個統一的一個架構來看，在這樣的中間呢，我再去把我的資訊如何的在不同的渠道上去散播，而散播這個資訊跟頻道，其實講什麼？我們做傳管的，不管是做新聞傳播的，或者是做新聞的，其實我們只做一件事情，我們在佔據資訊的渠道，然後呢，透過在佔據這個渠道當中呢，我們得以安身立命嘛。就比如說今天呢，哦，你這個水龍頭你打開有水，所以大家就來你這個水龍頭接水，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收個水錢？但有一天你水龍頭不出水了，那你自然而然就被淘汰。所以這就是为什么现在媒体卷嘛，因为現在水龍頭有很多種樣式，它有圓的、方的、扁的、幹嘛的，然後它呢有強力的、有熱的、有冷的，所以大家在選擇水龍頭選擇就多樣了。我做這幾年，現在團隊其實是非常辛苦，但我有4個助理。可是我去大陸看我那個頂流的網紅朋友，他們只有3個人，3個人幹到14億人的頂流，我真的覺得就代表說人家怎麼做。所以這樣看他哦，比如說他就講說，你這遇到事情針對這個程序流來做解決問題。如果你發這個脾氣可以解決問題，你發。但是如果不能解決，你發的脾氣幹嘛呢？你工作帶情緒來做什麼呢？哇，我覺得哇，聽一聽，其實這東西我們以前講過，但是我們小編可能沒有理解到，但一講，大家就理解。所以他們的公司每一個人的效率都非常的好，效率不好留不住的。人生活在世界上最主要什麼？就是認真努力，然後享受，不就這樣子嗎？所以有認真努力才有享受。那一樣幹1個小時，端盤子是一種收入，你幹得好是另外一種收入。你可能從200到400，這世界上有1個小時3000的、5000的、10000的，有沒有？那多了去了。所以怎麼讓自己往上升，這是一個狀況啊。這7年來，我幾乎沒有間斷直播，就每天我選一個主題或1、2個主題，選擇來做一個直播。你必須要創造一些獨特性，所以第一開始你的資訊收集就很重要，你能夠找到比人家多的資訊，或者是你在試讀資訊的時候，你的能力比人家強。我們找到的方式就是我們在這裡面認真的去把這個垂類市場經營好的時候，那在一些議題上就會進到廣域的市場。什麼是廣域市場？就是說大家都會去討論，都會去談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商業價值的高低啊，事實上跟你能不能夠全身出鏡是有極大的關係。所以我都鼓勵，如果你今天要做網紅的話，你一定要勇敢，不管你是 I 人還是 E 人，你既然要做網紅，就沒有什麼 I 人 E 人之分啊，你就要對錢有所尊敬，要有心存敬畏之心，你才會成功。大家知道嗎？這是很關鍵。其實我雖然做垂類市場，但是我是被 YouTube 劃分到垂直領域，我才知道說，原來在他們眼裡我做的垂類市場是比較成功的。後來我理解了這個概念之後，我去查我的後台的資訊，就是第一個，我們有比較堅實的會員的群體，這撐起了我的頻道的一半。但是另外一半，我依然還是在廣域市場裡面不斷的在找這樣的新的內容，包含辦見面會啊。你在找垂類的時候呢，你把它用垂類的形式呈現成廣域的形式，這是反正很多人到現場，那其他不認識你的人說，哎，這人是誰啊？他會辦這種公開見面會的活動，代表我敢勇於面對大眾。所以做垂類市場，很多人會有一個迷思，就是不斷的往垂類裡面去鑽到最後就變成說你的受眾完全固化，你就變成說只在你的群體裡面找人，比如最有名就89就不斷在青鳥裡面找尋受眾，最後他的受眾就只剩青鳥，那變成說他往外擴，他就會很困難。所以永遠都有機會，機會是自己爭取的。所以今天呢，就像我們這個現場，你想要學的人，你自然而然會得到一些想法。這個想法，我今天是很真實的，把我這幾年經營的一些心得跟大家講。一般大家也不會跟你講這個嘛，對不對？那所以永遠都有機會，只是剛才講到了沒有錯，短影音是目前整個的趨勢，而且如何的抓住，但是平台的差異化會是未來的優勢。